我们村的人从来不上山，因为他们说山上有成精的老山羊会吃人。我以为这话是他们吓唬我的，因为我是村里唯一的女孩，大家都很娇贵我。直到这天，我悄悄去摘山葡萄，回来时被一只老山羊拦住了路。它长得比我爹还高，一双眼睛血红血红的，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咧开嘴，露出一个邪恶的笑。它离我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，一张大嘴，满口獠牙，牙缝里还塞着碎肉，血腥味如同实质一般扑到我的脸上。一双横瞳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匍匐着向我西行而来。我吓得一股尿意袭来，连滚带爬地往家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。我娘见我满脸惊恐，急忙迎了上来。你这丫头又去哪里野了？脸皮子都被风吹皱了。有羊要吃我。我将刚才的事情说给她听，我娘脸色顿时一变，抓住了我的胳膊。你上山了？那老山羊跪你了吗？那畜生一旦跪了谁是一定要吃到嘴的，否则死都不会罢休。隔壁李婶家的儿子当年被老山羊跪了，当天夜里就被老山羊拖到村口吃掉了，吃剩的骨头和人皮全都挂在了村头那棵大树上。李婶第二天一早去打水，说要给他娃娃洗澡，一抬头刚好看见，当时人就疯了。我娘边说边满地转圈，我被吓得浑身哆嗦，眼泪不受控地往下掉。那怎么办啊娘？我害怕。爹正在外面劈柴，闻声赶来，听我娘说了一遍事情经过，也黑了脸，抬手想甩我一下，最后又沉沉地落了下去。罢了，咱家小玉没多久就成年了，这段时间我们多防范着点。你把小玉藏好，你自己也藏起来，我去找一些村里人帮忙，我就不信那老东西能有多厉害。说话的功夫天已经黑了，我爹拿了手电筒和柴刀，大步走了。我娘在屋里找了一圈，最后咬咬牙把我塞进了灶坑里，自己也进屋躲了起来。她说老山羊的脚长，钻不进灶坑，那铁锅她也咬不坏，熬到我爹带人回来就好了。外面的天越来越黑了，屋子里面没有点灯，我蜷缩在漆黑的灶堂里动不了，一会身上就麻了，嘴里全是呛人的柴火灰。原本到晚上就会热闹起来的村子，今天格外安静，只能听见外面呼啸而过的风声。我全身紧绷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。屋里的挂钟响了一次又一次，我爹却始终没回来，娘也再没来看我。我试探着叫了他几次，始终没能得到回复。挂钟再次响了，整整12下。我娘说老山羊吃人都在前半夜，过了午夜他就不来了。就在我松了一口气，以为逃过一劫的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咚咚声，像是有人用脚踢门一样。我一激灵，连忙闭上眼，屏住呼吸。敲门声变得越发大，我心中也被恐惧填满。下一秒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门被一股巨力掀翻。我家的门是新换了没几年的，很重很结实，绝不是人力能撞坏的。果然，下一秒，那股子血腥气扑鼻而来，随之一起的还有蹄子踩在地上的声音，是老山羊。我悄悄地睁开眼，借着月光，就看见4条细长的腿在灶坑门口走了几个来回，似乎因为找不到我愤怒了，它走得越来越快，喘息声也越来越粗，一口气不知怎么喷进了灶坑，带起灶灰钻进了我的鼻子。我控制不住，猛地打了个喷嚏。下一秒，羊头插进了灶坑，尽管有羊角卡着它，和我的距离也不过20公分。四目相对，它咧开嘴，朝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，舌头伸出，在我脸上狠狠舔了一口。血腥味扑鼻而来，我尖锐的惨叫一声，拼命往里缩。它也用力往前挤，好几次獠牙都差点咬到我。好在我身体软，而锅台也够结实，它咬不到我，吭哧吭哧地退了出去。我无声流泪，努力平复爆表的心跳。下一秒，头顶一亮，身体陡然轻快了许多。我抬头，就见原本压在我身上的锅跟锅台分开了，掀起大铁锅的是2个羊蹄。他盯着我，羊脸上露出一抹恶劣的笑，好像在说刚刚的一切都是在耍我。掀开铁锅，轻而易举地把我从灶坑里叼了出来。我浑身是软的，根本生不出逃的力气，只能任他摆布。很快，我就被老山羊扔在了柴火堆，身后的柴堆得很高，我被摆出一个站立的姿势。我忽然想起我娘说的，她说老山羊吃人要先开膛破肚，把内脏掏出来丢掉，不然它嫌脏。我这姿势不正是方便它下一步吗？我只觉得一股尿意袭来，爆表的心跳让我的头剧痛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原本蓄势待发的老山羊却在我跪下后愣在了原地，一双黑黝黝的横瞳闪烁着莫名的复杂神色，乍一看居然和人类一般。外面就在此时传来一阵吵闹声，他娘的，那老东西真狡猾，绕来绕去，害我们跑了半宿，累死了。不管咋样，说明那畜生还是怕人的。是我爹带着村里人来了，手电筒光芒聚集在一起，照得我屋子里也亮了起来。老山羊盯着我看了一会，在我爹开门的时候，毫不犹豫撞坏了我家的窗户，逃了出去。我从巨大的恐惧中回过神来，眼前一黑，彻底没了意识。在睁眼的时候，村里人都围在我周围，我娘坐在床边，哭得满脸泪。见我醒了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安慰我：小玉别怕，你是咱村唯一的女孩，大家一定能护住你。
对，咱村的后生多着呢，那老畜生怕人多，大不了以后大家排班来你家住，他就不敢来了。我娘这回终于平复了一些，说得出话了。谢谢大伙了，要不等天亮，我们暂时把小玉送进城里去呢？我这心脏可是扛不住再来一次了。话音落，屋内顿时诡异的安静起来。一贯对我很好的邻家大伯皱了皱眉，看向我爹。送去城里不安全吧？你说呢？我爹沉默片刻。不能送，不安全，就按照大家说的，排班守着吧，用不了多久了。我受了太大的惊吓，此时只觉得浑身发冷，眼皮发沉。没想清楚为什么邻家大伯说老山羊怕人多，为什么又说城里不安全，也没来得及问我爹说没多久了是什么意思，就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，村里的叔叔伯伯都离开了，家里静悄悄的。我钻出被窝，准备去个厕所，临要下床，才捏到手心里硬硬的放着一张卷起来的纸条，报纸做的，卷得很细很紧实，就像怕被旁人发现。娘就在我身边，睡得很沉，我不知什么心思，就觉得不能被人发现，稍微侧过身体，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张纸条，就见上面写着去城里才能活命几个大字。我的心跳骤然紧缩了一阵，这字迹娟秀，不像是村里面那些5大3粗的叔叔伯伯能写出来的字。我悄无声息地将纸条揣进了口袋里，随后将我娘喊醒。我娘听到了动静，睁开眼睛，一脸关心地看着我。我想到刚才纸条上对我所说的话，又想起昨晚邻家大伯和我爹那沉默而坚决的眼神，顿时打了寒战，眼中立刻涌上2汪委屈又恐惧的泪水，趴在我娘的怀里不断地呜咽着。娘，我害怕，我想去城里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娘听了这话之后，脸色比我还难看，狠狠地骂了一句，不可能，你是我的闺女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不说话，就呜呜地哭，最后哭得我娘心软，不得不去和我爹商量。两人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后，我爹终于妥协了，目光深沉地看了我一眼，沉默地开始收拾东西。等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外面原本晴朗的天气不知为何突然下了一片大雾，从我出生以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雾。我爹赶着家里的牛车走在宽阔的水泥路上，我好奇地向四周张望，却连2米都看不出去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阵古怪的蹄子声突然在我身后不远处响起，我的头皮瞬间炸开，这蹄子声我简直太熟悉了，正是昨晚的老山羊，蹄子哒哒哒，像是敲在我的心上。我顿时惊恐万分地抓住了我爹的衣角，爹是老山羊，他又来找我了。我爹脸色当时一变，嘴里咒骂了一句，妈的，现在不是白天吗？他怎么还能找过来？随后他猛地一甩鞭子，老牛发出沉闷的哞声，飞快地向前跑去。我在后面被颠得七荤八素，但心中的恐惧却让我目光死死地盯着马车后面。只见一片浓雾之中，一双血红色的眼睛像是灯泡一样漂浮在半空中。我仔细揉了揉眼睛，这才发现是那老山羊翘起了2只前脚，像是人一样用2条后腿直立着身子向前走着，脚下发出密密麻麻的哒哒哒声。然而下一秒，前面的老牛突然停住，整只牛僵硬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爹也僵硬住了身子，嘴唇都在颤抖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本在身后的老山羊不知何时居然出现在了老牛的正前方。我顿时尖叫了一声，差点被他吓尿，愣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。而我爹心理素质比我好很多，回过神来后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将我从车上扯下。也不要牛车了，拉着我死命地向回跑。身后传来老牛凄厉的叫声，但下一秒就没了动静。我爹头上的汗越来越多，我的心也仿佛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般，因为身后那熟悉的哒哒声又响了起来，并且迅速接近。我们在迷雾之中拼命地向记忆中的家里跑去，好不容易进了村，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却突然退去，身后的哒哒声音直接消失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场幻觉，好像只是为了阻止我离开村落一般。我的心跳还没完全平复，就见村里面的叔伯都目光古怪地看着我们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说要走吗？我爹脸色难看地和他们解释了一阵，别提了，刚才路上又遇见那只老山羊了，叔叔伯伯几个人脸色几度变换，最后定格在铁青。你们走的这段时间村里面出事了。我从他们的交谈声中得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，村里面居然死人了。老村长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。你们遇见老山羊了？那村子里面死的那个又是谁杀的？旁边的邻家大伯脸色惨白，因为死的人正是他视若珍宝的小儿子。他目光赤红，死死咬牙，不会不止一只老山羊吧？而这时我终于反应过来，拉住了爹爹的手。爹，咱们刚才遇见的那只老山羊应该不是咱们第一次遇见的那只吃人的，因为它嘴里面没有那股血腥味。我爹顿时惊了一下，回过头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肩膀。你再说一遍，你闻到老山羊嘴里的血腥味了？我点了点头，将我跪下后，老山羊张着大嘴的那一幕和他们描述了一下。老村长和周围的人面面相觑，难道说老山羊怕跪？只要跪下就不会被吃？几人打量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，但并不像以往那般亲切。
反而像是看一件什么待价而沽的商品，又或是工具一般，让我全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。和那些吓人的老山羊比，我突然有一瞬间觉得村里面的这些叔叔伯伯更加可怕。林家大伯突然悔恨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腿，原来跪下就不会被吃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老村长不赞同地用拐棍敲了他一下，后者这才闭了闭。若是这样，那也不难理解。我顿时开口问道：为什么这么说？这老山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张了张嘴，却只是将目光投向了老村长。见村长点头，他这才和我缓缓解释起来。我们村比10里8乡的村子都要有钱，是因为前些年我们一直做的是羊肉生意，而我们的生意这么好，就是因为肉的品质和别人比要强出不止一个档次。不管喊出什么高价，总有钱的人收。而村里的羊肉品质能这么好，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母羊刚生了小羊，当小羊羔跪着吃奶的那一刻杀掉母羊，而那时母羊是带着对自己孩子的温柔和浑身奶味死去的。那个时候的肉是最嫩最香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。看着面前这些熟悉的叔叔伯伯，感觉他们似乎不是我记忆里那么和蔼可亲的模样了。而这时林家大伯冷笑一声道：那畜生不就是吃肉的吗？早杀晚杀都得杀，我们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。老村长点头表示赞同，和我爹说道：今晚再守一晚上吧，明天大家伙一起想想办法抓住那个畜生。但这时的我已经对他们的话不抱任何期待了，现在的我只想离开这个村子，走到纸条里面说的城里去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的一条小命。夜色一点点降临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将我藏起来，而是一群壮汉将我围在正中间，而我娘藏在后面的屋子里面，随时准备接应我。我瘦小的身躯被周围人保护着，但我心中却没有一点安全感，高度的紧绷，再加上今天早上的刺激，我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。摸了摸额头，烫得惊人，身体上也不断传来冰冷刺骨的寒意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居然发烧了，而当这个念头升起后的下一秒，我便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觉得被一双可怕的眼睛盯上，那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令我立刻醒了过来。抬眼一看，我发现我已经躺在了屋里面的炕上，而老山羊的眼睛就这样在窗外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惨白的月光下，老山羊伸出血红色的舌头，冲着我咧开了嘴。那舌头缓缓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鲜红色的血痕，干枯的胡子上还有着暗红色的血。我想要尖叫，却发现自己的嗓子发不出来一点声音。我拼命地挠着喉咙，心脏砰砰直跳，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，身体因为巨大的恐惧而不受控制地发抖。我娘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睡着，我摇了摇她，却发现她怎么摇也摇不醒。明明屋外就是村里的叔叔伯伯，但他们却好像都没有看见那窗口的老山羊一般，自顾自地说着话。一人1万可不行，这可是不限羊啊，值钱的很，你到时候把它卖了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我们豁出命来帮你，你就给这么点钱，兄弟，你这有点不厚道了。我听了这话，只觉得有些疑惑，什么羊？是外面那只老山羊吗？但也没让我来得及多想些别的，外面那只老山羊突然直起了身子，身体向后弓去，做出了蓄力的样子，像是要直接踢开面前的玻璃。我终于从那股难以言喻的恐惧中脱身，再次掌控了自己的身体，直挺挺地倒在了我娘的身上。我娘被我这般大的动作弄醒，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，下一秒嘴里就发出了惨叫，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玻璃窗碎裂的砰的一声。外面的男人终于听见了这边的动静，一窝蜂地从外面闯了进来，没有任何人去看我娘，而是都将我围在了身后，嘴里喊着谁敢动她，谁动她了，谁也不能伤害她。老山羊就这样站在碎裂的玻璃后，目光一一扫过面前的所有人，场面一时之间变得极为严峻，双方就这样紧张地对峙着。我缩在我爹的怀里瑟瑟发抖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叔叔伯伯手中的柴刀散发着森森寒意，那老山羊终归是退缩了，四只蹄子轻轻松松地在地上一蹬，居然就这样直接跳到了房顶上，而我们的头顶出现一阵噼里啪啦瓦片松动的声音，整个房子都因为这股巨力而发颤。我心中暗道，好在是村里有钱，每家的房子质量都不错，要是那种几年前的老房子，那老山羊一脚估计能把房顶踩得稀碎。因为这只突然出现的老山羊，整个后半夜村里面的人再也没有睡过，而是都警惕地围在我的身边。我娘因为睡着被我爹训得抬不起头，却一个字也不敢说。第二天天刚刚破晓，周围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起码在白天那老山羊的活动频率要小很多，而他们也终于下定决心要将那老山羊抓住。他们商量的时候，目光总是在我身上看来看去。我虽然有些疑惑和惊慌，但心中更多的是期待他们要怎样才能把老山羊抓住。但还没等我知晓他们的计划，就见我爹拿着一根绳子，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，在我惊慌的目光中，死死地将我捆住。我爹沉沉地叹了口气，小玉，那老山羊是因你而来，所以你要负责把它引出来才行，到时候我们一起上，把那个老山羊一网打尽。我震惊地看着我爹，完全听不出来他语气中任何的关心在里面。而往常一贯喜欢我的叔叔伯伯，居然没有对这个计划产生任何异议，而是都抱着胳膊，目光冰冷地看着我。
我顿时被一股刺骨的寒意所笼罩，目光惊恐地扫过所有人，我想张嘴说些什么，但他们却不想听。我哭着喊着说不去，但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。我的亲爹亲娘眼中甚至也没有任何不舍，目光坚定，手上用的力气更是大得惊人。麻绳一圈一圈地缠住了我的身体，像是毒蛇一般。老村长则是在旁边提醒了一句：“小心点，别把丫头的皮磨坏了，这可是用羊奶浇灌出来的皮，伤了就不好了。”我爹这才放松了手劲，用棉布垫在了里面。我直觉这话有什么不对，但又想不出更多。现在对于死亡的恐惧已经让我肝胆俱裂。他们将我放到了村里面平时开会的广场上，而旁边是一行小树林以及几个饭店，爹爹他们就藏在那里。今天的天气不好，在我被他们扔在广场上没多久，天空就逐渐阴了下来。丝丝缕缕的小雨点打在我的脸上，让我本就因为发烧而有些头脑发昏的神经被刺激得清醒了几分。周围那股熟悉的迷雾又从四面八方包裹起来，我逐渐看不清玻璃后面叔叔伯伯和我爹的脸。那股无形的恐惧又将我笼罩，密密麻麻地缠绕住我的脖颈，让我呼吸都变得不畅快起来。我恨不得现在就当场晕死过去，但很可惜我根本做不到。越害怕我就越清醒，越清醒我就越害怕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如果他们失败的话，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。但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种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而这时，那股熟悉的仿佛踩在鼓点上的蹄子声在我面前突然响起，血腥味也逐渐浓郁，如同粘稠的液体一样扑在我的脸上。老山羊直立着身子，用两条后腿支撑着，向我一步一步地走来。他冲着我露出了血色的獠牙，一双根本不是动物能拥有的横瞳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他走的虽然不快，但步子迈得极大，仅是几个呼吸之间就来到了距离我不到半米的位置。而这时，迷雾中突然闪出两道火花，只听砰砰两声，老山羊突然尖锐而凄厉地惨叫了一声，一股暗红色的鲜血从他的身上溅到了我的脸上。我顿时被吓得呆立当场。只见他不停地在地上翻滚了几下，我这才意识到是村子里面的2根火枪打中了他，老山羊受伤了。这个认知让我的心难以抑制地狂跳了起来。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也会死。老山羊痛苦的惨叫，如同垂暮的老人一般，是一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沙哑的吼声。下一秒，他从地上打了个滚，起身后4脚着地，就朝着刚才冲他开枪的那个位置冲了过去。而下一秒，迷雾之中冲出了一伙人，手中举着火把以及2杆火枪，直接将那老山羊围了起来。而刚才开枪的人，赫然就是因为自己儿子被吃掉而逐渐疯狂的林家大伯。眼看着自己被人围攻，老山羊的蹄子在地上刨了刨，尖锐而锋利的羊角杵在地面上摩擦出一阵火花。他蹬着蹄子在周围左右横撞，只是轻轻一个用力，就将面前最近的林家大伯的肚子挑出了一个大洞。而准备好的2杆火枪再次响起，却只中了1枪。那老山羊实在是敏捷得很，如此近的距离下居然也能躲开火枪的子弹，这终究只是临死前无望的挣扎。村里面的人太多，一人一砍刀，就将那老山羊活活砍死在了原地。林家大伯的手被撞骨折了一块，脸上却没有任何痛苦，反倒是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意。他将火枪抵在老山羊的头上，砰的一声，血花四溅，那老山羊终于是死掉了。周围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，林家大伯更是狂笑了起来。随着浓雾和小雨渐渐散去，周围的村民们开始商量庆功的事，我爹也难得出现了笑脸。他和我娘赶紧冲了过来，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，再次恢复了以往疼爱我的模样，一口一个心肝的哄着。我爹更是心疼地看着我手上的红印，乖宝，不疼哈，爹给你吹吹。我看着他们脸上的激动，心中有一股古怪，怎么也散不去。最终，村子里面的人决定把这个害死了这么多人的老山羊炖了，以告慰受害者们的在天之灵。林家大伯主动将自己家的大锅贡献了出来，就这样支在了这个广场上。而做厨师的李家大伯十分主动地开始收拾那老山羊的尸体，将毛剃干净后直接丢到了大锅里开始熬煮。林家大伯看着我的眼神重新变成了曾经那种慈祥而关爱的模样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小玉这次是大功臣，一会大伯给你切他身上第一口肉。这羊肉从上午炖到了下午，天色渐渐暗了下去。村里的人在广场上支起了篝火，家家户户拿出了珍藏的好酒，三三两两的开始划拳拼酒。他们掀开锅盖，一股浓郁的香味从里面飘了出来，根本不像是羊肉的香气。林家大伯手中的砍刀砍下一只羊腿，递到了我的面前，邀请我去品尝第一口老羊肉。我战战兢兢地走到了炖了老山羊的那口锅边，不经意地向里一看，脑子却轰的一声，那根本不是要吃我的那只老山羊。周围的人听见我这一声尖叫，都将目光投向了我。我爹也是疑惑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小玉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不是要吃你的那只老山羊，还能是哪只？我赶紧将自己刚才的发现脱口而出。之前要吃我的那只老山羊冲我张过嘴，它的牙齿并不完整，而是缺了一颗门牙，但锅里的这只羊牙齿却是完整的。
我急忙指着已经被煮烂脱骨的羊头让众人看去，果然在那完整的羊头骨上看见了完整的2颗大牙。我爹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有些不满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：“小玉，你别闹，小屁孩长大了，都开始吓唬你爹了。”但他这句话没能说完，就突然听见那林子里传来一阵羊蹄刨地的声音。那声音由远及近，在篝火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恐怖。这时，村民们终于意识到我说的是对的，那只老山羊根本不是要吃我的那只老山羊。他们杀了这只羊，非但没有解决我的生死，反倒招来了更大的灾祸。因为我惊恐地看见周围冒出一群羊，数量之多，我肉眼几乎难以数清。他们的眼睛如同绿油油的萤火虫般，在黑夜显得格外阴森恐怖。老村长骤然惊呼一声：“快跪下，都跪下！”这时人们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曾经的我似乎是说过，只要跪下，老山羊就不会吃他们。于是村里的人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，匍匐在地，拼命地朝着那群老山羊磕头。对，快跪下，只要跪下了，他们就不吃我们了。但是没有用，那群老山羊还是冲了过来，蹄子此起彼伏地踏在了那群村民们的身上，用尖尖的羊角将他们高高挑起，然后将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穿在自己高耸的羊角上。血水、肠子流了一地，四处都是鲜血，四处都是惨叫。那群老山羊就如同雨夜的屠夫一般，无情地残杀着周围的所有村民，毫不犹豫地咬破了他们的喉咙，扯出他们的脊椎。我被这人间炼狱吓得几乎站立不稳，跌倒在地，却拼命地向外爬着。因为我知道留在这里就是等死，与其在那里等死，我不如拼命的一搏。我几乎是慌不择路地向外跑着，跑得满口是血，跑得心跳已经发出呲呲的呼啸声，也不敢停下。在地上磕的膝盖都血肉模糊，我也不敢说一个痛字。我脑海中只有坚定的2个字，就是快跑。我从村里跑到了山上，从山上跑到了山顶，身后那蹄子声终于离我渐渐远去。我却一口气也不敢松，只是自顾自地向山顶上跑。也不知道到底跑了多久，久到周围已经渐渐亮了起来。我却突然在山顶上看到好多纸人，是那种手艺非常粗糙，脸上画着猩红色腮红的纸人。他们目光空洞，身子残破，肚子不是被豁开的，就是脖子被咬得稀烂。眼前的这一幕让我瞳孔骤缩，跌倒在地，向后蠕动了2步。眼前的这一幕和村里的那一幕是何等相像！那群山羊们如同玩闹一般将他们顶起，然后撕咬住他们的脖子。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群山羊居然真的成精了，他们竟然懂得如何训练自己杀人，做足了准备后才去屠杀村子。而这时我却突然看见了一个陌生的身影，赫然是一个老女人。她瞎了一只眼，脸上也满是刀伤，面容十分扭曲。我其实是应该害怕的，但是我却鬼使神差地挪动起了身体，悄无声息地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。走了几步路，就在山顶的那一片空地上，看见了一排一排的小坟包，上面的木牌上的字并不清晰，应该是有人一个个刻上去的。我认识的字并不多，因为家里人只让我上了2年的小学，在之后就一直将我养在家里，整日用新鲜的羊奶滋养着我成长，一点重活累活都不让我做。我娘当时还说我只需要负责健康长大就好。但是现在，虽然我只能分辨出几个熟悉的字，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逐渐笼罩了我。我忽然一下就明白了，为什么全村只有我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整个村子里面的女人就只有我和我娘，其他全是叔叔伯伯。因为其他所有的女孩子都在这里。左边最角落的那个坟包是王家大丫头，我曾经见过她一面，但也只是一面。正中间的那个是林家一个姐姐，我上次见她的时候只听说她被送到了城里，而现在她的坟包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我的面前。我只看见那老女人手里拿着几朵小花，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招得来地盼地呀，还有大呀，你们都好好的，等下辈子不要出生在这个家里了，下辈子你们都好好的活。她每念出一个名字，就将手中的小花往坟包上放一朵。身后又传来稀疏的几声羊蹄声，我知道我跑不过那群羊，也知道如果他们想弄死我，轻而易举。于是干脆鼓足了勇气，直接冲了出去，站到了那个老女人的面前。那些女孩子都是被你训练的这些老山羊吃掉的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老女人看了我一眼，嗤笑了一声，声音麻木中透露着几分残忍。什么女孩子？不过就是一群两脚羊罢了。她麻木地低着头，将手中的草编成一段一段的骨架，将纸张糊在上面。刚才的那些纸人正是出自她之手。但这时我却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。两脚羊，我突然想到了那天晚上我爹和那群叔叔伯伯讨论的不限羊。在我小学上历史课的时候，老师似乎和我们说过这段过去。那时候的人们吃不到饭，连年灾荒下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，老人、小孩、女人、瘦弱的男子之类的人就被冠上了两脚羊的名字。老瘦男子为之摇把火，妇人少爱者名为不限羊，小儿忽为河谷烂，又通称为两脚羊。当我知道所有真相之后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应该是害怕的，但是当我看到那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坟包之后，我却奇异的没有了恐惧，只是有些恍惚。所有的事情在我脑海中乱糟糟地串联出一条可怕的线。那老女人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向我一挥手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不知道后来到底是怎么了，
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下的山，那漫长而蜿蜒的山路，我是如何一步一步回来的。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了家里的炕上，外面传来悠长的哨声，带着某种奇异的旋律。那些老山羊跟着这些奇异的旋律，一个又一个地抬起前蹄，像是人类一样，蹄子搭着肩排成一列，嘴角带着一种诡异的微笑，缓缓地离开了村落。他们从我面前经过，却没有攻击我，只是静静地盯着我。周围只有刺鼻的血腥味，满村的残肢断臂和断断续续的惨叫，证明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警车的呜呜声从脚下蔓延到村子里。警察见到面前这凶残一幕，都震惊地捂住了嘴，几个年轻的警察甚至跑到旁边干呕了起来。整个村子里面，除了我之外，再没有一个活人。我像一尊没有了感情的瓷娃娃般端坐在原地，这诡异的一幕令所有人都头皮发麻。警察走到我的面前，询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最后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平缓地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。